姨奶奶来了，什么事这么忙？你干什么？你说一个买来学戏的，你不过唱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的，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了啊！宝要给我们华人东西，你拦在头里，莫不是要了你的啦？他这个哄他，你只当他不认得呢。没了小我才把这个给他的，若说没有，又恐他不信，难道不是好的？不好，他们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哪有你小看他的？我便学戏，也没往外头去唱。我一个女孩家，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娘家买的，没香拜把子都是奴婢的。为缓解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管家林之孝曾间接地透过王熙凤向王夫人提出过裁员的建议。实际上，这一建议不仅可以减少荣国府的财务支出，还能从一定程度上减轻由于人员过多造成的管理上的混乱，实在是解决当下困难的一个办法。荣国府内上上下下有400多口人，比今天一般企业的人还多，何况其中尊卑等级异常复杂，仅丫鬟一类就分3个等级，可想而知管理难度有多大。原先府内有王熙凤的强势管理，又有贾母、王夫人坐镇，在如此威慑力的笼罩下，各种受压制的矛盾还不至于爆发。如今王熙凤病倒了，贾母、王夫人又离府外出，各种矛盾冲突便都显现出来了。王夫人对府内的各种矛盾其实很清楚，她委托探春、李纨和宝钗3人治家时，也是要求加强管理，防止发生混乱。贾母等人从第58回开始入朝随祭，最后从灵帝回到府中是第64回的事。在这7回里，曹雪芹用了很大篇幅描写了荣国府内矛盾与纠纷的接连不断，看起来都是琐碎小事，却是由来已久的各种矛盾的深化与公开化。首先便是贾环来怡红院索要蔷薇销，方官却给了他茉莉粉，赵姨娘为此气势汹汹地前往怡红院问罪。他正与方官闹得不可开交时，藕官、蕊官等人又闻讯赶来，他们抱定主意为方官助战，众人扭作一团，直到探春等人赶来才被喝住。虽然是一件小事，探春还是感到事情难以处理。须知方官背后是宝玉，藕官是黛玉的人，蕊官跟随宝钗，复杂的关系纠缠于其间，矛盾的解决超出了探春等人的能力。于是他们决定等王夫人回来再料理。几乎同时，王夫人房中的玫瑰露丢失了，管家林之孝家根据线报，在柳家的主管的大观园厨房里找到了玫瑰露，但这其实是方官送给柳家的女儿柳五儿的。林之孝为了赶紧了结差事，并不听他分辨，即刻押了来回复李纨。李纨推说贾兰病了，故不理此事，指命去见探春，而向探春汇报后得到回复是知道了，叫他们找平儿回王熙凤去。至于3人团队中的宝钗，她只是以亲戚的身份帮忙，更不愿沾手这类麻烦事。她还小心地将大观园通向自己家的角门锁上，以保证荣国府内的事都与自己家的人毫无关系。在这3人中，李纨一直以问事不知，说是不管的方法自我保护，宝钗始终将荣国府与自己家的关系界定得很清楚，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3不知。至于探春，她虽有施展抱负的志向，却小心地不做名分上的逾越，她管家的身份毕竟只是协同，而且这些事件背后的人际关系复杂，即使处理了，贾母与王夫人回来后也不知会有何看法，于是探春只能用推诿的方式做处置。3人管理团队的不作为，实际上又将正在病中的王熙凤推向了前台。于是林之孝家来凤姐跟前禀报，王熙凤听说后即作判决，将他娘打40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40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林之孝家的乘此机会拿下柳家的，将大观园厨房交与自己的人秦显家的管理。但由于这件事涉及方官，柳家的掌管厨房时对怡红院又一直格外厚待，于是宝玉出面说情。最后柳家的母女2人无事放归，秦显家的刚接手又被赶出了厨房。
在蔷薇萧事件中，探春等人十分明白，引发争端的蔷薇萧只是小事，而方官和赵姨娘的纠纷却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两股势力抗争的爆发。对探春来说，等王夫人回来料理是明智之举。事情到此还不能算完，探春再也想不到自己贴身丫鬟翠墨竟将自己这边的情况泄露给赵姨娘一方，同样赵姨娘也想不到身边的丫鬟小雀会将自己的言行向怡红院密报。作者在事件结束时又加上双方阵营都有人向对方密报的情节，当是在提醒读者，这类争端还将继续延伸发展。玫瑰露事件的性质也同样如此。彩云偷了王夫人房里的玫瑰露给了赵姨娘，林之孝家的在大观园厨房发现玫瑰露后便认定是刘五儿偷的，根本不听刘五儿分辨。林之孝家受到王熙凤的催逼，急于结案，同时也想乘机拿下柳家的厨房管理权，代之以自己的亲信秦显家的。柳家的为了能让刘五儿去怡红院服役，平日对怡红院丫鬟们十分巴结，这也得罪了不少人。他与迎春的大丫鬟思琪就发生过直接冲突，而秦显家的正是思琪的婶婶。柳家的与怡红院诸人交好，客观上已在大观园的内斗中站队。小厮钱怀欲娶刘五儿而未遂，恼羞成怒。他是赵姨娘的内侄，其父母又是银库的管账之人，这股有些前世的势力也站在了柳家的对立面。于是刘五儿被林之孝家的看管起来，这些平时看不惯柳家的人竟然悄悄地来买转平儿，一面送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柳家的种种不好。最后又是怡红院的人出面干预，事情才得以平息。一瓶小小的玫瑰露竟然扯出这么多事，就是因为它引起了各方势力的角逐，其间又有赵姨娘的身影，探春自然不想也不便发表什么意见，还得由王熙凤与平儿按大事化小，小事化疗的原则做处置。荣国府内盘根错节的各股势力相互争斗是由来已久之事，王熙凤非常清楚其中的详情，善于谢礼处置，风格又尖刻泼辣，下人们对王熙凤也都惧怕，而她拉拢与抑制等手腕的运用，也是一直未出大事的重要原因。在恩威并施之下，大管家无心登家的早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林之孝夫妇是荣国府内地位仅次于赖大夫妇的大管家，自然也是王熙凤的笼络对象。他认林之孝家的为干女儿，两人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还将林之孝的女儿小红收在自己房中，这当然是相互拉拢，同时也含有钳制林之孝夫妇的意味。王熙凤在拉拢的同时，还伴有抑制的手段，以防止某股势力做大。林之孝家的让秦显家的掌控大观园厨房的主张就被拒绝了。林之孝反对旺儿的儿子娶彩霞，可是王熙凤执意要成就这桩婚姻，既不让林之孝事事如愿，同时还使旺儿夫妇更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旺儿是他从娘家带来的嫡系，当然需要格外照料。王熙凤玩弄权术，形成了自己的羽翼，从而能驾驭各股势力。反观探春，她不仅没有羽翼辅助，就连她身边的贴身丫鬟也分属不同的势力，遇到棘手的问题，自然就束手无策了。在第64回里，宝玉去探望王熙凤，看到许多执事婆子们来回似的景象。此时正是王熙凤养病，理完探春与宝钗代管家务之时，这些人为何都跑到王熙凤这儿来了？王熙凤对宝玉解释，三姑娘虽然管家，仍是个没出阁的姑娘，有些事不好跟她汇报的，但这解释比较牵强。显然理完探春诸人的遇事不决与相互推诿，已影响到府内个事务的处理，故而那些执事婆子们恢复到直接向王熙凤请示的状态。至此，三人之家团队已经名存实亡了。